可能全世界的博物馆啊，存在这么2套都完整有的，我看也是凤毛麟角，搞不好不敢说没有了，也就是非常少哦，好不好？所以这一点，今天我们要慎重的来展示这2套，让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大家好，今天我们拍摄的题材是康熙12月花神杯。那前面几集一直都是康熙，那本来这个12月花神杯啊，更要放在前面，蔡先生的意思。那我是感觉啊，因为这几年12月花神杯非常出名，几个拍卖场都是以比较大的价钱，包括破亿的价钱的样子啊，到3年前，所以就是非常醒目的东西，就是市场的焦点啊，大家非常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非常不容易的。蔡先生这边手上的花神杯是有2套，一套是青花，一套是斗彩，也不是五彩，是斗彩，2套就是12指，完全都是完美。所以我想就是非常难得啦，可能全世界的博物馆啊，存在这么2套都完整有的，我看也是凤毛麟角，搞不好不敢说没有了，也就是非常少哦，好不好？所以这一点，今天我们要慎重的来展示这2套，让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啊，我想这非常有价值，可能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东西。大家看看我前面这一组是青花，蔡先生前面这一组是斗彩。那么给各位猜猜看，1、2、3、4是怎么排？一般人可能会讲1、2、3、4、5、6、7、8、9、10、11、12，但是不对的。这个摆盘啊是这样，1、2、3个月一个季度，对吧？我们讲春夏秋冬大概这样流，所以是3个。这个青花这个字写的好不好？我的水准比较讲不好啊，但是
青花的花色色泽，或者是整个大概的画工啊，我感觉是非常漂亮。那康熙的味道也非常重，非常浓，非常漂亮。那么这个彩器啊，我看让蔡先生自己讲，到对它这个彩跟这个青花的画法或怎么样，或者是档次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讲一下。对，12花神杯在清代的宫廷的记录里面，它是有青花、有五彩、有青花五彩，还有斗彩。但是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青花五彩跟青花这2种哦。那青花是比较常见的，它的诗词是我查过几次，它诗词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青花的诗词都一样的哈，每一种咏花的诗词都是一样，就是梅花是什么用什么诗词，桃花用什么诗词。斗彩的话，它跟它的花身啊稍微有点出入，因为这个斗彩它有一个迎春花哦，那青花是没有迎春花哈，它直接从1月份这个是3月份桃花，它有3月桃花，以及后面有梅花、荷花呢都有哦。我们看这个它所谓的12花神杯，我看过有的形容词叫什么胎薄如纸哦，那这个形容词有点过火，这个胎薄如纸变成完全脱胎了。在清朝里面没有完全脱胎器哦，在清朝的官窑和明朝官窑没有完全脱胎，只有半脱胎哦。那整个是脱胎，其实是民国以后，后来在文革以后那个什么一些做出来的完全脱胎的那个很多，我们有时候早期的话探亲的话。都有该办探亲之后，都大家去买很多那个什么完全脱胎器，像弹头一样，那个容易就破了。那个是以后是做出来，我专门做这个，那是不能用的啊，只是一种欣赏的哈。那它这个12花神杯在康熙都是一般来是喝酒用的哈，喝酒器，对，这酒器用的哈。1月份就用这个杯子，然后欣赏这个花，吟诗，欣赏喝酒，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当然是皇帝的御用的，或是他跟他的皇亲国戚啊，他的亲王之间的聚会用的哈。那这个斗彩哈，它是虽然没有100%的画这个篮筐做它的斗彩，它有下面的一些就是底部的一些什么这个没有框啊，这个没有框，对。不过这个也只要基本上是斗彩，基本上你要占65%到70%以上的有画框的都可以称为斗彩哈。这个我在我的书上有讲过，它的诗词是每一个咏花的诗词跟青花是一样的哈。刚才郭董有问我说怎么看这个底啊？你有看到过那个火石红吧？这个很淡的火石红，我们一般是肉眼看得到，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就用10倍放大镜可以看得到哈。那主要是我们看它的青花的这个款啊哈，康熙年制，大清康熙年制6个款哦，很容易分辨的哈。大字右边会往右边拉比较稍微一点，就是往下撇的力道比较大一点哈。它当然没有很大的话，如果说右撇比较大的话，它青上面的这个伤痕的话，就会往左边偏一点。大这个是往下撇一点，青上面这伤痕，中间这一束哈，就往左边一点。这种几率是90%以上这种几率，为了平衡，他的写毛笔字的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像雍正有找个笔帖式来专门写哈，那个是一般来的，就是说这个青花是在这个景德镇哈特别写款的人哈。康呢，它的康下面是水，不是四点哈。如果4点的话，那就是在青花款里面就不对了。4点是出现在那个珐琅彩里面哈。那年的话，那下面最后那一横拉得特别长哈。这一般的这青花款它的特征这样，但是不是说款对就对了，款对它也会仿这个款哈。那只要你要用100倍的放大镜看这个胎的结构哈，它是属于大小颗粒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手工做的人工胎啊，手工胎。那后来做的话，到了清晚期以后，大部分就用那个球磨机磨的那个就粉碎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胎土的话，这个石头哈，因为机器磨的话，就颗粒大小是一样的，所以你用100倍放大镜看颗粒大小一样的，就是近现代的。比较早期的话，大部分都是颗粒大小不一样哈，它是用人工拉那个用那个牛或驴啊，或是马拉那个石磨，把这个瓷土磨成粉末，然后再沉淀，
那这种人工拉的磨出来的胎土是大小不一样的哦。它虽然沉淀过以后、筛过以后，可是你用100亿放大镜，还是可以看出它一点端倪出来。这个以前的以前胎土是做瓷器里面，我看工最耗时的、最耗时间的就是这个胎土。胎土你知道不？你知道耗多少时间吗？有的胎耗多少时间？3、5年，最多有20年、30年。20年。对。你看第一次可以，可能第一次听到就是专家20年都有。这个土要取这个土啊，足用20年的时间把这个土，就是用好多种步骤把它提炼出那个像细沙一样，就比如说。历代里面比较档次比较高的、水平比较高的瓷器啊，比如说永乐、宣德、成化，后面的清3代都是非常，那工都是非常细。那么所有工最细的是在这个胎土的取的，这个是我们讲就是以前的人定胜天。这怎么讲？以今天的水准来看，人绝对没有办法胜天。我再补充一下，胎土它为什么要那么多年？主要是要它的沉腐，看你沉腐的越久的话，它的就去它的泥性。所以泥性就是说你烧出来它不会裂。他把那个土的弄在那个水堆里面，水啊，用池塘里面像养鱼一样，池塘要放了3年都要放在那沉淀，就是要把那个土把它沉淀，要把那个铁质什么的把它过滤掉，那些是很细的功力。重点真的是这个土是所有制瓷里面最耗工的一个。所以为什么像他们这些专家，为什么对那些最漂亮的像永乐啦、宣德或者成化，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感动？用这句所谓感动，就是因为这要弄出那样的土，确实是非常难。可能10年、20年的才取得这样的土。现在不可能花那么大的成本。当然现在不可能就完全不。还有一个，这2套杯子啊，我2手把玩才很确定的。这个胎薄又润。那这个青花胎土明显的厚很多这个你们照相看看能不能照出来，这个胎土厚这个胎土薄但是是不一样的成型，我们叫不一样成型，但都是非常漂亮。还有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时候花神杯以后都不太流行了对不对？以后的清3代以后就基本上不太流行。像这样的时候花神杯如果就是这个皇上跟一些群臣大家喝酒的时候，这12花神杯每个人走上一个杯子，对不对？有可能这个杯子让你放在这边，可能这个12花神杯这个杯子呢，他们可能可以做游戏，谁输了哪一个月的你喝酒，这个也可能对不对？这个很可能就因为不一样的杯子，不是一样，大家全部拿一样现在的一样普通的杯子就玩不出这个把戏。那以前有不一样的杯子，有可能也会玩出不一样的把戏。那么我另外有带了一点资料，就是说，就是从康熙有这个东西以后再下来雍正、乾隆都分别有做一些馈赠性的一些彩瓷，他们可能就像这样仿效这个康熙这样的做法，来送给外宾，送给成功。他送出去这一套给他可以又分送出去，像礼物性的比盐壶，玉的。就是用玉的，一整套10件或者送出去。那么花神杯这边的12个月它歌颂每一个月的花，它用的词句全部都是从唐诗里面取出来，就是专家都这样考证出来，都没有问题的。谁弄的诗都有依据的。这一套就康熙弄出这12位花神杯有几个比较重点。第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它是集这个画还有这个诗书画印全部在一个杯子。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这样的创建的，就是康熙12花神杯。所以从这一套以后呢，后来的雍正、后来的乾隆，他们陆续做出这个所谓他们讲叫珐琅彩珐琅彩或者是洋彩文彩洋彩。就是在景德镇烧的，或者是在北京烧的，最高档的皇帝要用的这些瓷器都学这一套，这诗书画放在一起。但是那时候是材料更进步，材料用到西洋的最新的那个珐琅料，所以这样的一个品味一直持续到这个乾隆。再下来就因为这个可能成本非常比较高比较费时皇帝也要亲身看这些，亲身监工我们讲监工很麻烦，所以后来就不流行，不是不喜欢，是可能花费的人力物力比较大，就不用。所以这个是有这个开创性，它的这个艺术的品味持续就清3代，就是它是一个开创这个先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诗词取的这些唐诗有几个是留到雍正或者乾隆的
他们的珐琅彩照样取这些丝。比如说瓶子哈，这是玻璃瓶哦，这是玻璃瓶，乾隆的玻璃胎啊，它也是取这个是几月的，叫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几个，包括这一个也是一样哦。这个叫做什么？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是一样的哦。这是同样一个是在这一个时候在雍正的时候，珐琅彩的碗也取这一个，到乾隆用玻璃胎还是取同样这一个。除了这一个以外，另外还有一个丝也是在别的器物上，我们也看得到。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比较高的品位啊，就是一直在流传。那么今天见不到了，所以就是大家很高的价钱来把这些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缩下来。不然笑话人家才要看啊！你全部都正经800又不好看。